挡住你的豪车车标，你还能实现左拥右抱吗？还有女人会听你说话吗？真正的强男会在 0.1 秒内回答我说 yes， 因为他们懂得阳奉阴违，顺而不从啊。在态度上呢，永远是利他的，但是行为上永远利己。这个就是利他思维，看似毒辣，实则遵循人性，实现共赢啊。如果说你总是在情场上或者说职场上吃瘪，那该拿的项目你没拿下，对吧？该谈的女人你一个也没谈到，那我建议你点个收藏，反复消化。我将从生活、职场、感情3个维度给你讲透。我不说它能够立马帮你消除问题，但是一定能够打开你的认知，让你找到问题的解法。那什么叫做态度利他，行为利己？说白了，这句话其实是表面意思啊，对吧？顺着对方的情绪去实现自己的需求。就像焦哥以前刚刚毕业的时候啊，跟一个女生在合租啊，她非常会来事儿。有一次呢，家里就水管坏了啊，漏得满地是水。我下了班之后回来一看，这一地的水，对吧？哇，我满肚子是火，我当时就直接就想的是，赶紧找房东啊，赶紧来给我处理啊。然后你们知道他干嘛？他说了一句：“万一房东他没有空推脱你怎么办呢？”然后我就跟他说，那租房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的，他是必须管的呀。那不修的话，这么搞的话，那我以后就退租了嘛，对吧？那他又问，他说然后呢？咱俩又重新找房，重新搬家吗？哎，我一听，这后果也不是很好啊。我瞬间冷静了啊。然后我就听我室友的给房东打电话说，哎呀姐，我知道您忙，天天在外边跑，肯定辛苦。您放心，漏水这个小事呢，就不麻烦您跑一趟。挂完电话之后，他就叫了师傅来修。修完以后呢，他又给房东发了个消息说，姐，为了不耽误事儿呢，我刚联系了修水管的师傅，花了多少钱修好了，然后怎么地，对吧？啊，发票我留着了，下个月交房租的时候呢，我直接在里面扣哈，您先忙，不用回了。整个这个过程没有一句争执。你们肯定会觉得说，这不是拍马屁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该拿的权益是实实在在的拿到了。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？这一套连招下来，直接斩断了房东所有的退路，他连反驳的余地都是没有的，乐呵呵的就把这个修水管的钱赚出来了。那这个其实就是态度上的利他，行为上的利己。任何场景呢，其实都能用得上，知道吧？比如说你在职场里面啊，客户要求你1天之内就要给到方案啊，但是你呢想要多2天时间打磨，那你如果直接说1天不够，很有可能会引起客户的一个不满，甚至会把你的单子丢掉。那你完全先承诺说1天时间没问题，然后话锋一转，但是时间太赶了，方案难免会有就是不足的地方，我怕你用了这个方案呢你不满意，这样吧，你再给我2天，我把方案做得更完美一点，咱把效益最大化。当你把你的需求顺着对方的这个好处给讲出来的时候，那他自然就会满意的答应你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实在一点啊，态度上利他，行为上利己，是一种顶级的生存策略。当你学会了啊，不光是你的人生阻力会大大的降低，做事呢也会更容易取得成果。但听懂不等于会用，你自己试错可能会踩很多的坑啊，尤其是接下来我要讲的什么感情方向，可能一句话的这个力度没有把握好，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啊就变味儿了。所以如果你当下的关系没有什么试错空间，那就找个专业的人给你把关。OK， 那当你把这一套这个思维运用在感情里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不管是关系推进还是化解矛盾，其实一切都变得异常简单。就比如说你想约女生出来吃饭，你不要说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，字里行间它都是目的，女生很有可能会拒绝你。你要说有一家餐厅是你很喜欢的味道啊，而且他们装修很好看，拍照很出片，你留点胃口吧啊，今天晚上我安排一下。你看，你带着利他思维去讲，你的目的感一下就消失了。就算是约这个女生吃饭，对吧？她都能够更容易去接受啊。当你有了这个思维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推进关系犹如顺水推舟，毫不费力。就像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兄弟啊，就是他是什么样的？他追一个颜值7分的女生啊，当然我对女孩子颜值要求很高啊，7分是顶美了。然后在某一天吃饭的时候呢，女生就跟他说：“你看啊，我闺蜜男朋友从国外回来，给她带了块卡地亚啊，就坦克嘛。”好漂亮啊！说着呢，还把手机摊开给兄弟看啊。那是个人呢，都是懂的，就是在暗示，对吧？但我敢说90%的兄弟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。你们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好看，那你就找她男朋友去呀啊！这个给人的感觉就会是什么呢？酸溜溜的，显得格局非常的小气。真的，
就是气场是非常弱的，毕竟人家是暗示，他又没有说让你买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兄弟呢，就是不差钱，直接抬手直接送给女生一个，表面上看起来挺帅挺大度的，但实际上会给对方养成一些坏习惯，你们俩的感情自然也就会走歪，知道吧？他会知道他不用付出就可以得到啊，撒个娇卖个萌，对吧？他就能得到你的付出的，感情怎么可能好得了嘛？啊，你们再看高手是怎么回的。当然我们这个兄弟怎么说的啊，就是挺好看的，你戴上应该更好看。然后这个女生就说，那你不考虑送我一个吗？啊，兄弟当时怎么说的？那你考虑过你要用什么样的身份去收吗？我兜里这点可是我的老婆本呢，我得留着以后送她更好的。那这句话讲完之后，两个人就自然，对吧？会心的笑一笑，但是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兄弟我没有说不买啊，对吧？我是愿意给的，但是咱顺着女生的态度去夸去利她，而最终走向的却是自己的利己，它是共赢的，所以女生当时也就愉快的接受了呀，对吧？现在两个人在一起的，一休假到处玩，这些我说实话真不是什么套路技巧或者话术，而是思维的转变，是你确实能够考虑到对方的需求和感受，你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尊重和价值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需求其实并没有问题，你想一想，修个水管，改个方案，甚至说你喜欢这个女生，你想跟她在一起，这些是什么可耻的要求吗？不是。但是如果说你直接讲成什么我给你买，你跟我走，变味了，它就变成私欲了。就像小孩嘛，对吧？他要买玩具，男孩会哭着闹着会要买，女孩呢会给爸爸撒娇会说会卖萌说我就喜欢嘛，怎么样。那我这样讲出来给你们听，你们更喜欢更想要给谁买？那肯定是女儿啊，对吧？那哭闹的跟那个撒娇的你喜欢谁？那其实这里面的差距不是比谁会撒娇更会讨好，而是我们要学会用一种让别人舒服的态度去表达你的需求。你要想对方为什么要答应我，这件事对他有什么样的好处，我该怎么样去表达能够让他更好更容易接受，这个才是重点。OK， 讲到这儿我想你们可能应该听懂了，真正厉害的人他不会说什么我想要，而是会说你需要。当别人以为你在低头认错的时候，其实你只是在低头捡地上的金币，这就是顺着人心做事的智慧，希望能够帮到你们，好吧？还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吱声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焦哥天天说的，学习人性，好不好？学会用人性。下课。